我的小米苏7配上小米最新升级的竞技刹车片，在天马赛道还能刹得住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我的小米苏7之前在上海天马不是跑了一个1分10秒79的历史最快原厂胎圈速嘛？结果没过多久就被极速拍档的娜娜给破了。他刷了一个1分09秒39，我原本以为这根本不会引起什么大惊小怪，因为他用的是米其林旗下最顶级的半热熔轮胎 Cup2R， 而我用的只是原厂代步胎 PSEV， 这两种胎在抓地力方面的差距都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产物。然而有很多观众可能是对轮胎的重要性欠缺了一丝基本的了解，也有可能单纯就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于是不断有人疯狂艾特我说堂主你这不行啊，人家娜娜过去1圈就给你破了，你这都啥圈速水平啊，还是安心当你的车贩子去吧，刷圈好像不太适合你啊。家人们谁懂啊 ？Cup2R 那是什么抓地力水平？在米其林的产品序列里，除了赛用的光头胎，最顶级的就是 Cup2R 了。而我用的 PSEV 跟 Cup2R 之间抓地力差别还是有那么一内内大的。但是广大观众并不了解，能晓得吧？很多人才不会管你用什么轮胎刷出来的呢，他们就知道，目前娜娜圈速比你快，所以你说啥都不好使，这就让我很无奈。那正好呢，那段时间我恰好开着我的小米苏7在浙赛挑战罗开罗的成绩，说实话我都一度快要被打击到快要换个爱好了。那正好呢，我就要看一看能不能在其他车手身上重新找回那一点点该死的自信。那行吧，那我就再去一次天马吧。又来到了天马，兄弟们 ，Come on baby， 来骑小米苏7，天马刷起来，热门搞起来。在重刷天马之前，我当然照例要先来 4S 店检查一下。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来上海的消息立马就传到了小米公关那儿。当时正好是11期间，他们刚好推出了一款高性能刹车皮，于是立马联系我说要给我免费送一套让我用一用。说实话，对于这个要求，一开始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我刹车早就已经改好了，没有必要再用原厂的这个升级的刹车片了。不过考虑到是白送，最终我还是勉为其难的接受了。真不是因为能白嫖啊，这个主要吧，我就喜欢用原厂的刹车片，这样成绩才更有说服力嘛。小米中心背后的这一排轮胎，其中有不少是我的。中国大陆用 PSEV 最权威的男人。那原本以为只是换一套刹车片而已，结果我发现小米推出的这个高性能刹车片根本就不适配我后改的刹车卡钳，所以我还必须得换回原厂的刹车卡钳才行。结果呢，还没等我拒绝，小米那边就已经把原厂的卡钳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咔咔咔就给我换上。这次高性能刹车片呢，不仅仅是包括前轮的盘根片，也包括后轮的。说真的，当时你说我心里一点都不慌，那肯定是假的。小米苏7的原厂刹车卡钳，活塞还带有橡胶防尘套，这个设计就只是一个家用的刹车卡钳，跟纯正的竞技刹车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但是小米的公关小姐姐跟我说，说明年年初小米苏7 Ultra 民用车量产车一来，全国试驾第一个就找我。这个其实原厂刹车卡钳这个东西吧，哪怕是再顶级的超跑，比如说保时捷911、法拉利488、F8 等等等等，谁用的卡钳活塞不是带橡胶的呢？这都是民用车上再正常不过的设计，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冲就完了。看到没有，兄弟们全新的刹车卡钳，全新的刹车盘，而且是纯原厂的，香喷喷。而且小米最新开发的竞技的刹车皮，我也已经拿到手了。这回是非常厚实、非常实在的低金属的竞技刹车皮，我相信它一定能在赛道上刹得住。除了更换了刹车，小米售后还非常到位的给我做了一遍其他的检查，检查的细微程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说激光雷达上有一道非常细微到可能是跟头发丝儿一样的裂纹，都被他们检查到了。这可能是我跑赛道或者跑高速的时候被石子儿给崩的。但是因为是在质保期内，他们还是二话没说，直接给我免费换了个新的。就这个服务态度真的是让人直呼暖心。师傅，这是什么操作呀？这个是激光雷达的标定。激光雷达的标定。咱们这个激光雷达不是换了新的吗？要校准一下，让他知道这个位置。
哦，太专业了，不愧是 4S 店啊！修车还得来 4S 店，外面修车都什么玩意儿？那除此之外呢，小米还给我 OTA 了一套全新的程序，据说是提高了动能回收的力度，让刹车即便是在 ABS 介入的情况下，也依然能有很好的刹车效果。那有了这些升级，重夺天马纪录，那不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吗？结果万事俱备之后，出意外了。现在上海又下雨了，我的妈呀！本来天气预报说今天是不下的，说昨天下，结果今天还下。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每次只要来上海天马，就一定会碰上下雨。当天因为已经是傍晚了嘛，我还并不死心，所以我决定再等一晚。现在已经晚上10点半了，我们刚才吃完饭，然后出来买了几包蚊香，然后上海的地面还是湿的，并且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大家看一下，看这个地面，就这个地面，你别说明天了，后天都干不了。哎呦，我的妈呀！下雨是困扰我今年刷圈最大的不可控因素。之前4、5月份的时候呢，我还能在上海一直等着，但是10月份那段时间，我同时还有大量的比赛要跑，于是我就只能先回北京了，白跑一趟。我这个跟雨真的是有莫大的缘分。哎，上海这个雨啊，只要看到我来了，闻着味儿就来了。万丈阳光照耀你我。那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呢，我买的米其林全新的 Cup 2R 也已经到位了。为了确保成绩能万无一失，我还特意买了2套，防的就是万一又碰上慢车，一次刷不出来，还起码可以有个后手。那27000就这么一下没了，不心痛是肯定不可能的。但如果大家能给我这期节目来点投币、点赞1键3连的话，我花了这么多钱呢，也觉得是值的。不过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天马赛道小米速7的记录又一次被天马地头蛇豆奶给刷新了。之前娜娜用的是前265后305的全新20寸 Cup 2R， 跑出来的圈速是1分09秒39。结果我还没动手呢，豆奶就用他那台当时即将发往日本驻播的小米速7，在改了 LSD 外加前轮做出3度倾角，使用跟娜娜同样宽度的雷登 R23 的情况下，将最快圈速推到了1分09秒16，这直接比娜娜之前圈速又快了0.23秒。豆奶对比娜娜来说，它的优势在于它改了 LSD 以及做出了3度倾角，所以它才能用抓地力更差的雷登 R23 的情况下，就能做到比娜娜用 Cup 2R 还要更快。但是尴尬的是，当时我买轮胎的时候，考虑到之后可能还要去浙赛挑战罗开罗，所以我直接买的是前245后265的原厂胎宽的 Cup 2R。对比他俩的轮胎宽度来说，我的前轮比他俩窄了2个单位，后轮直接窄了4个单位，这在抓地力方面实在是太吃亏了。我突然忘了，我在重心这边还有一套 Cup 2R， 而且带轮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我这套旧的 Cup 2R 是前后285的，我那套新的 Cup 2R 是前245后265的原厂的尺寸。一会儿说不定这套旧胎比那个新胎圈速还快，真的很有可能。所以一会儿但凡旧胎圈速快，我就用旧胎的。这段我就掐了不播了。虽然剩下的这套旧胎前后285的宽度没啥问题，但是它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轮毂前后只有9.5沟的宽度，这个轮毂的宽度是根本包不住285的胎宽的。窄轮毂配宽轮胎，就会让轮胎的胎尖外扩出来，而轮胎在过弯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胎尖部分的抓地力，这就会导致我轮胎虽然宽，但是因为轮毂太窄了，所以其实是完全发挥不出来它285应有的抓地力的。再加上这套轮胎之前在浙赛用过很多次了，磨损非常大，所以想拿它出圈速，我基本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但是用来先练练手，做一个摸底圈还是非常合适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在使用这套旧的 Cup 2R 的情况下，我究竟能把圈速做到多少呢？现在场上慢车太多了，我天，得包场啊！我上去先试试看慢车多不多，看能不能避开。
不过，正当我蓄势待发，准备打开性能最强的大师模式的时候，小米居然要让我先做题。我靠！还要答题，还要答题，什么？他还要答题，我操！它咋？它是更新了？还要答题？大师模式还要答题？我真哎。我真的足足花了10几分钟做完题目，小米才允许我打开大师模式。小米它真的太注意安全了，它真的，我哭死。猜多少？我猜个10整吧，乱猜太多了。 10是有10的，但是是1分10秒7。那很遗憾，我第一个飞行圈仅仅只跑到了1分10秒7，居然跟我之前用 PSEV 的成绩一样，跑的简直就是一拖答辩。不过其实真实原因是因为我还是有点信不过小米速七的这个原厂刹车，因此我1号弯刹的非常早。对比之后的飞行圈，从 log 上就能发现我刹的非常早，甚至中途还松了一脚刹车。但是第一脚刹车下去之后，我就发现我错了，因为从身体的体感我就能感觉出来，小米速七这个升级的高性能刹车皮虽然搭配的是原厂卡钳，但是它的制动力完完全全是富裕的，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哇，这个动力真的是太澎湃了，我的天！然后这个车的刹车，确实是跟那个原厂刹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在休息片刻，放完胎压，重新充满电之后，我决定狠狠地往前 push， 压榨出这车应有的极限来。猜猜跑了多少15、 ？1分09整。 09整。第二个飞行圈，我用这一套前后285的旧的 Cup2R 将成绩提高到了1分09秒整，没想到这就已经破掉了天马的小米速七历史最快圈速了。我真的没想到这次居然会这么顺利，波澜不惊，什么意外都没有。不过老实说，对比娜娜的话，我的前轮宽了2个单位，后轮窄了2个单位，所以我的刹车成绩应该会更好，但是出弯抓地力应该没它好。而且我装了 GT Lock 全新研发的 LSD， 我也 OTA 了新程序，所以我才能这么快的把它的成绩给刷掉。而对比豆奶来说，他用的雷登 R23 抓地力是明显不如我的 Cup2R 的。如果他也用 Cup2R 且是新胎的话，圈速肯定直接就1分08了。但是他有3度倾角，而我一点倾角都没有，所以呢，我们的条件也是不尽相同。不过大家看的本来就是无差别刷圈嘛，那客观条件啥的，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关心。很烦，就差一点点进入08美妙新世界，又是只差一点点。但是这个圈速已经是天马迄今为止小米速七的最快圈，就差一点，就又要进入美妙新世界了呀！差一点点又要进入08的美妙新世界。 08、 09整，现在是现在09整。我操！那怎么说这新世界？收工吗？把心态留着，别刷了。刚才这一圈没有什么太多的失误了，能抠的空间不多，那就收主要是这个了，轮胎还是稍微的旧了一点点。那就见好就收。我操，有点悬念，给别人点空间，对，给别人点希望是吧？你觉得能进08吗？换那套新胎？不好说，不好说，因为那个轮胎太窄了。那就别动了，那就这样吧，那就抽吧，抽了吧。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又不甘心，看一下刹车片，看一下刹车片，还有很厚。我又打。这个胎旧胎，然后还是前后都旧的。当时娜娜是换了2条新胎，新胎效果会好一些。是啊，但你当年娜娜来上海的时候，无意中从她影片里面听到了一句“堂主垃圾”，谁说的？是你说的对不对？谁说的？怎么可能？都兄弟，我会说这种话？开玩笑嘛！堂主是0几的1分10.7， 10.7啊。嗯，垃圾。都兄弟，我会说这种话？开玩笑。天马地头蛇只有一个人，
来，接着说，我爱听。来，我们都喜欢说实话的，这东西没得假的，成绩不骗人，对不对？地头蛇只有那么一个，他是谁？周云峰。兄弟们，下面我宣布，堂主不是地头蛇了，以后天马地头蛇就是娜娜。想了很久啊，这个1分0.90，距离1分08的美妙新世界啊，只差那么一内内。这个不进去呢，稍微有点不甘心啊。那恰好呢，这个 CRS 的人帮我把轮胎都已经换好了，对吧？那咱就试一试吧。所以大家预测一下，看这一套245/265原厂胎宽的这个 Cup2R， 能不能破掉那个前后285的旧胎 Cup2R 的1分0.90的成绩？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啊。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吧。太抓了吧！太重了，油漆都被蹭了。什么叫新胎的抓地力？我相信它定能破掉旧胎的成绩。Let's go！小米苏7流浪地球计划说来惭愧，因为各种原因，它又杀回了天马，配上了全新的 Cup2R 1号弯尾速183，一脚势大力沉的刹车，带着1.1个 G 的横向力度转进了1号弯，偷了点赛道宽度，随后就进入了另一条大直道。今年我把小米苏7借给好几个职业车手试过，他们说提速让他们都感到害怕。4号弯前尾速188，冷知识，天马最高限速也就200，673匹的苏7 Max 就这么猛了，1548匹的苏7 Ultra 过来，尾速怕不是得突破200以上，这想想就刺激啊！转过5号弯，外内外把路用尽，苏7这套前245后265的轮胎还是稍微窄了点。7号弯前轻刹一脚，弯速96，要是轮胎再宽点，弯速就能破100了。不过 Cup2R 抓的力是真好啊，感觉像粘在了地面上一样。我现在想想，我以前买了那么多套 PSEV， 简直是有病。转过9号弯，苏7用了全新的竞技刹车皮之后，刹车真的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重踩。它以前那套原厂走街刹车皮，走街是完全 OK 的，赛道里收着点跑其实也是能跑的，只是绝对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反正我认识的苏7车主里，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人做出过完整的、速度还不错的飞行圈。就这，当初还有一堆人骂我莽，回头看看你才发现，好像我才是对电车速度最有敬畏之心的那个人。那最终冲线1分08秒7。做出来了吗？慢车太多了。087啊，087，别087了，有点装逼呢，怎么？是不是心情很沉重，对吧？他妈的！新胎还是好使。换了前245后265的原厂尺寸的 Cup2R 之后，我的最快圈速来到了1分08秒72，这也是天马赛道截止目前为止唯一一台进入到1分08秒美妙新世界的小米苏7。这个圈速水平，如果用豆奶天马圈速榜上的车来对比的话，它甚至能一举跳到第3名，不仅战胜一众强敌，甚至只比搭配 Cup2 的保时捷911只慢了0.02秒，那可是991.2的卡雷拉 S 啊！这是第一代搭载涡轮发动机的量产911，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梦幻驾驶机器啊！车重只有1535公斤，比小米足足轻了670公斤，标配了后桥 LSD， 3.0T 的动力原厂就有420匹，但是这台车是500匹，说明它至少还刷过1阶的程序。而我的小米苏7连刹车都换回了原厂，仅只是加装了一个 GT Lock 的前桥 LSD， 同时换了一套 Cup2R 而已，就已经能做到跟200万落地的梦幻跑车几乎比肩的圈速，堪称恐怖。但是问题又来了，圈速既然都已经来到了1分08秒的美妙新世界，而且距离911只差0.02秒这么一内内，这换作是谁，我觉得都不可能忍住不往下接着刷吧。于是，在放完胎压、重新充满电之后，我决定再挑战一圈。所以问题又来了，你们觉得我这最后一圈能否破掉911这个圈速记录呢？咋样啊？
比上一节慢了0.1，这一节是0.88，刷不出来。这一圈的最终圈速最终只有1分08秒88，很遗憾，贪心了一点点，9号弯杀过头了一点点，导致我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豆奶圈速榜上这台刷过程序的911。从数据图上其实就能看出来，在天马赛道的前2个计时段，我甚至拉出了比上一圈快了0.15秒的优势，但是很可惜，在9号弯呢，我稍微晚刹了那么一点点，导致后半段我直接丢掉了0.32秒，因此呢，最终圈速比上一圈还慢了0.1秒多。本来拟合圈起码能到1分08秒5的，我自己没把握住，这个稍微有点可惜。不过呢，1分08秒72这个圈速也已经足够优秀了。全网记录圈速最全乎的车牙圈速榜单，历史最快圈速是1分04秒5，那是一台爆改拆空底盘硬连接，用了光头胎刷了大马力的宝马 M4。小米苏7在只改了原厂宽度的 Cup2R 半热熔轮胎的情况下，只比它慢了4秒左右。而150万左右的 TCR 赛车，在职业车手用光头胎的情况下，圈速大概是1分05秒多。小米苏7只用了一套半热熔的轮胎，只比它慢了3秒左右。如果给小米苏7也换上光头胎，撑死也就比150万的 TCR 纯种赛车慢1秒多而已。圈速是不会说谎的，你还能要求一台29.9万的小米苏7，它能做的更多吗？而相较于刷出来的这个1分08秒72的成绩，其实更让我惊喜的是，小米原厂升级的这套刹车皮，它真的表现非常的优秀。刹车皮是最让我觉得有亮点的地方。你看我今天下午刷了几圈啊？1、2、3、4、5个飞行圈。你看一下它刹车皮，它的厚度基本上没下什么，它厚度还跟我装的新的差不多。小米但凡当时新车出来的时候能上这套刹车皮的话，也就不可能有我那个上墙的那个事儿了。天马的1号弯也就不会叫堂主弯了。而且这个刹车皮，它的整个力度还有脚感什么的，真的都特别的好，就是让人特别有信心。我除了第一节的第一圈不太敢去推这个1号弯刹的比较早之外，其他的基本上圈圈都比较极限的去刹的，然后都能刹得住。还有一点，今天下午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点是，这个车在我下午刷了大概4、5圈的所有的情况之下，它的 ESP 都没有介入，它也没有断我的动力。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最新刷的这套这个小米的更新的程序，所以导致它不断油，还是因为这个我技术变好了，开车开得更温柔了。小米苏7在今年陪我下了这么多次赛道的过程中，不管天气多热多冷，它的散热都从来没有出过问题，3电系统更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另外，它的空气悬架、转向系统以及底盘各个部件，在我冲过这么多次路肩、下过这么多次赛道的情况下，它都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故障。我任何一次去 4S 店，从来都是只换刹车盘片，还有轮胎这些易损件，就光这一点就没有几个电车能做到，更何况它是真的很快，而且它的快是真正用交付到车主手中真正的量产车做出来的，而且是我们这些普通车主就能做出来的，不是职业车手才能做出来的，就这一点也是真的非常厉害。所以长久以来，大家对于小米的成功貌似总是有一个深深的误解，就是觉得小米之所以能这么成功，主要就是因为营销做得好而已。我觉得这可能反而才是很多企业为什么会相继被小米打败的很重要的原因。那这期天马之行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下一期的流浪地球计划可能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在下一集中，我将会带着我的小米苏7来到浙赛，挑战目前国内最顶级的职业车手之一罗开罗的小米苏7圈速。那大家觉得我会成功吗？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那希望大家也能给我这一集片子投点币，哪怕点个赞呢。那么 OK，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